有个高中为了提升本校的录取率，要求学生早上5点上课，晚自习9点放学，节假日补课，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。几次模拟测验下来，学生整体的成绩的确提高了一点点。其他学校一看，人家都这么努力，咱也不能落下，于是纷纷效仿。这边晚自习延长到10点，那边学生吃饭也带着书。这样一来，所有高中的分数都提高了，学生老师都开心。但是各大高校给这个地区的录取名额就这么多，哪怕人人都考700分以上，也不会多分名额。结果录取分数线提升了，能考上的该是多少还是多少，该是哪所大学还是哪所大学。表面上看大家都在努力，都在进步，但这种投入并没有带来整体的实质性增长，不创造价值的努力就是内卷化的开始。小伙伴们发现没？我们还没搞清楚内卷是什么的时候，它已经无处不在了。职场到校园，大人到孩子，万物皆可卷，不知不觉整个社会都被它浸染了。所有人一边吐槽它，又一边拥抱它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内卷到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，还是全民焦虑的元凶？我们又如何避免在内卷泛滥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奋斗逼？20世纪60年代末，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利福德·吉尔茨在观察爪哇岛的农耕生活时发现，因为当地农业之外的发展方向很少，土地资源又有限，于是大量劳动力不断投入到水稻生产上。但是尽管每个人都拼命劳作，生活水平却提升有限。他把这种现象叫做农业内卷化。后来这一概念被广泛用到了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以及其他学术研究中。内卷化是指内部长期自我消耗和重复，但整体没有扩张和发展的现象。打个比方，一块蛋糕就这么大，吃的人越来越多，如何分配就成了问题。吃到的人想吃的更多，新来的人也不想舔盘子，大家开始竞赛，各显神通，双脚踩灯泡，胸口碎大石，看似努力却用不对地方，想吃的跟以前一样的量，就只能越来越努力，投入产出比逐渐降低。这里容易产生误解，努力就是内卷，其实不然。内卷的努力只是看似努力，其实抓不到重点，只是简单重复和自我消耗。比如一家公司业绩逐年增长，员工干劲十足，每个员工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公司发展添砖加瓦。今天研发团队开发出新产品，明天销售部门又拉了大订单，这叫努力。而另外一家公司业绩常年没有起色，小王担心自己被裁，天天加班，让自己看上去很忙。其他员工一看，我天天准点走，估计被领导说工作不饱和，我也得加班。于是大家变成了看似努力的奋斗逼，没事坐那发呆也要等到9点10点下班，公司业绩依然不见好转，这叫内卷。说内卷无处不在一点都不夸张。知乎关于内卷化的话题引起了2.1万个讨论，涉及到升学、求职、晋升、婚恋和育儿，还真是伴随人们的成长历程一步都不落下。996、007的社畜们内卷可以忍，高中生、大学生内卷也能忍，可他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不放过，下一步很可能蔓延到子宫里。如果你在上海，你的孩子想上海附、蒙特梭利这些高级幼儿园，学费多少暂且不议，光排队大概就需要1年以上，甚至有家长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预约。排到号，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？并没有。幼儿园还要对孩子进行考试，除了认知常识外，还可能会有数学和英语。上了幼儿园还不算完，这年头谁家孩子不报几个班都不好意思跟别的家长打招呼。看着孩子们辗转于幼儿园和各种辅导班之间，家长们自然于心不忍，但没办法，自己孩子不卷，以后分到的蛋糕就少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这里用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的一句台词非常贴切。 Is life always this hard? Just when you're a kid. Always like this. 内卷反映出的现象是典型的囚徒困境，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，各自单独囚禁，不能互相沟通情况。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，则由于证据不足，两个人都坐牢1年。如果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，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，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5年。如果互相揭发，则因证据确实，两人都判刑2年。我又不相信他，所以肯定不能保持沉默。与其我一个人关5年，肯定不如俩人一起关2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几乎不可能出现双赢局面。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内卷化现象呢？造成内卷的本质原因，一是优质资源相对短缺，二是价值导向同质化严重。先说第一个，这里有2个关键词，优质和相对。什么是优质资源呢？不是简单的衣食住行这些物质资源，这些大家都不缺。优质资源可以理解为特权，特权在任何一个时代、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稀少的。金钱和权力就是优质资源，而且人们的追求没有量化的标准，一定是越多越好。中产一定想变富裕，基层一定想做高层，没有人愿意仅停留在底层的追求上。
即便自己没有追求，也会希望下一代比自己更优秀。而且由于囚徒困境的影响，人们只有为自己争取更多优质资源，打造护城河，才能稳固地位，不被别人追上。所以优质资源永远是相对短缺的。第二个，价值导向同质化严重。虽然说行行出状元，但没人愿意去比谁拧螺丝更快。人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很单一，虽然蓝领一个月也能拿1万块钱的工资，但公务员、白领的社会地位就是比蓝领高。人们不会因为蓝领挣得多就高看一眼，也不会因为公务员挣得少就敢怠慢。我一个亲戚宁愿高价让孩子上个3本，也不愿送他去职业技术学校。蛋糕人人抢着吃，馒头再多没人要，供需失衡严重，内卷就成了必然。价值导向如果不多元化，很难消除内卷。虽然基调很绝望了，但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。大环境虽然改变不了，至少可以让自己慢慢变好。下面几点干货建议，没准能让小伙伴们有所感悟。1. 抛弃思维偏见，重新定义成功。这一条只想告诉大家，不要揪着一个目标死磕。成功的定义不止一个，即便所有人都认为公务员是铁饭碗，也不代表其他领域不能成功。独木桥上你争我抢，最后一定是过去的少，掉下的多。我有朋友考公务员4年了，还是没考上，而且不愿意去找一个普通工作，沉没成本不断增加。在他的意识里，做公务员才能实现自身价值，才是所谓的成功。这是很严重的思维偏见。在芬兰等一些西欧国家，成功的标准是多元化的，人生只由自己做主，别人无权评价。所以在芬兰，不管你是科学家还是水电工，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可。2. 跳出封闭圈，接触新鲜环境。在平静的池塘里放一条鲶鱼，所有的小鱼都会激发出更强的求生能力。在封闭圈待久了，就需要新的刺激，整体没有发展也是内卷的表现。而这很大原因是因为在一个封闭圈子里，系统得不到优化，效率得不到提升。闭门造车，别人都开纯电动了，你刚牵过来一匹马开始拉。内卷虽然无处不在，但发展的个体依然存在。这个个体可以是个人或企业，也可以是新兴行业，而发展的个体一定会淘汰掉内卷的个人和企业，甚至带来行业的革新。我们的圈子不会无缘无故跳进来一条鲶鱼，但我们可以跳出自己的圈子，去寻找新的增长点。3. 以价值为导向，衡量关键要务。前面提到分蛋糕的案例，抢的人多了，开始竞赛，你双脚踩灯泡，我胸口最大时，但这些都是无用功，对于把蛋糕做大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的关键要务应该是生产更多的面粉，设计更大的烤箱，就是要以价值为导向。你上班挣钱，老板并不会因为加班多给你薪水，而是你对公司做的贡献。当你用价值衡量关键要务时，你就不会跟别人一样加班摸鱼，而是想着怎样强化专业水平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做出更大贡献。4. 不断学习，提升核心竞争力。内卷只能让封闭圈子里的人的竞争力趋同，学习才是保持持续增长、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。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去学，而是没时间和不知道学什么。内卷恰好提供了一定的时间，因为重复和消耗都需要时间，不如把这些时间放到学习上，做一个假奋斗逼、真成长者。学什么可以从2个维度入手，纵向上以专业技能为主，提高职场竞争力；横向上以新的知识为主，提高工作外带来收益的能力。一旦核心竞争力高于别人，你就不用跟内卷的人比内卷互相伤害，而是有能力选择是否跳出封闭圈子，有能力选择你想进去的圈子。内卷是每个人都逃不过的宿命，除非你无欲无求，与世隔绝。我们只能在接受的同时，让内卷逐渐变成外卷，重新定义成功，跳出封闭圈，引入外部资源，提升竞争力，创造新的价值。每一步都需要打破自己，我相信这很难，但一定值得。如果尝试改变自己，我也相信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人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爱心3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。下期成长干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